李永仁，枉我们教主那么信任你，没想到你居然是卧底。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，也不过如此。承蒙教主信任，念昔日情分，今日你们若不为难我，便放你们一马。好大的口气！上！飞叔，终于等到你了。飞叔，后面有追兵，你带伊儿先走。我们不回清源派了。不可以，知道卧底身份的人寥寥无几，恐怕清源内部有人泄密。带着伊儿回去不安全。我先去引开敌人。3日后，我去鸿福客栈找你。好。伊儿他，就交给你了。好。等一下。主任小心呐！主任，教主，说吧。我们派出去追捕副教主李永仁的手下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但最后还是让他逃了。他原本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抓不住是正常的。王教主把他当成亲兄弟，还破例封了他副教主，可没想到这个叛徒。叛徒？他从来都不是我们的人，何谈叛徒？这是他当年助我一统元教，力战7大高手时所使用的剑。我还特意把他挂在这忠义堂。少了你李永仁，
江湖。哪儿了？哪儿去了？到处找一找。是。主人现在生死不明，你跟着我更容易暴露身份。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不能带着你走，我只能把你留在这里啊。以后你要乖啊。等一下，李毅这个名字怕是有人知道，继续用太危险。不如我重新取个名字吧。叫什么名字呢？既然你父亲是一代大侠，你的名字里一定要有股侠气。那就叫李侠吧。不行，太直接了，显得我没什么文化。侠有侠的意志啊，侠是吧？西侠，哎，起好名字了，就叫你李西牙吧。这个是你爹当时留下来的，给你了。好了，乖啊。从今天起，我将弃武从商，掩盖身份。待你成年之后，我定会回来，帮你打开峡谷，把你培养成像你父亲一样的盖世豪侠。因为此事，天打雷劈。李西牙，我们18年后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捧我黄某的场啊！好，我黄飞从商25年，前18年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都不顺利，磕磕碰碰，好像有什么负担一样，一直举步维艰。但是到了后面的7年，果然顺风顺水，生意兴隆，令我想到一个字：信。经商没有诚信是不行的，如果没有诚信呢，就没有我黄飞的今天。大丈夫安身立命于世，无诚信者不足以谈成功。这孤儿真是可怜，25年了没见人来找过他。所以我黄飞平生最看重的就是信用，希望大家共勉啊！哎，上天呐也同意我的说法，他们呢这是给我雷鸣般的掌声。老爷，你的脸又红了。是吗？为什么我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，我脸都会红呢？没办法，我真是个羞涩的成功人士。苹果。进来。
咱们阿飞商行新拟定的商业计划，给您看一眼。我们新店的地址。康家沟。康家沟。康家沟这个地方毫无商业价值，这个地方鸟不拉屎的，我这辈子是不会去康家沟的。康家沟，康家沟，康家沟，这个康家沟呢？康家沟，康家沟。李友仁呐，25年了。我相信呢，李西牙呢，已经是结婚生子，和他那个养父养母过得很愉快，不打扰他们，就是我的温柔，是吧？你说呢？好，我去就是了。来人呐！好歹也是原教的干部，手下没一个能打的。来人呐！就只剩你一个人了。我这10几年对教主忠心耿耿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教主素来痛恨背叛之人，勾结他派。你还觉得教主会放过你？冤枉啊！我和南碧阳派的教主只是老乡，他派手下和我谈合作，我从来没有同意过。可有人证明？人都被你杀了。被我杀了？这么说是我错了？不是，这完全是误会。但教主杀意已决。你可以表现得大义凛然一点，这样死得比较有尊严。哥哥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们是搭档啊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不是说好一炷香之后再进来吗？刚才外面风特别大，香一下子就烧完了，所以我就进来了。你先出去。哦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。怎么可能没事？针上有剧毒，要是不赶紧用解药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就得七窍流血而死。怎么办？都是我不好。你快把解药交出来！你先答应放了我。这针上的毒，可是9步断魂散。没错，你要是答应放过我，我就告诉你解药藏在哪儿。好，我答应不杀你，你把解药交出来。同学们，这是为师在树下沉尸的时候，结果被苹果砸中，
悟出的力学3大定律，我把它命名为西亚3大定律。这些都是考试重点，大家都会记清楚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啦。爱德才，爱德才。上课不好听课，看什么武侠小说啊？哼，像这种垃圾武侠小说，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，根本就是蒙着小孩子的。老师，我本来就是小孩啊，况且轻功从科学上来讲也是有可能的。一派胡言！哼！看到黑板上写的第2定律没有？当人跳离地面时，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和空气摩擦力的影响，两者怀力向下，加速度也向下，所以当人跳离地面之后，很快就会被拉回原地。哼，就像这样。所以说，根本就不可能有轻功这种东西。哼，少年，在科学面前，低下这幼稚的头颅吧。老师，你说的不对。人起跳时，腿部发力会带来一定的向上的初速度。虽然这个速度在重力的影响下会越来越慢，但是人总体来说还是向上的。随着向上的速度为0时达到制高点之后，才会慢慢下降。在空中这段时间，我把它称为滞空时间。所以，只要腿部发力足够大，就会产生足够快的初速度，滞空时间也就足够长。这个时候，只要把控好起跳的方向，就能飞檐走壁啦。一派胡言！老师，我吃过的烟比你吃过的饭还多，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呢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不能飞檐走壁，只代表你的爆发力太小而已。而且我觉得，当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你提的这些经典力学理论不一定适用。爱德才，你再胡说八道，自以为是，为师可生气了啊！老师，请不要叫我爱德才，我已经改名成爱因斯坦了。而且我还觉得，当初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应该从狭义相对论的角度去看，别说飞檐走壁，连武林绝学中的返老还童都有可能实现呢。返老还童？所以说武侠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你看，这是我用石蜡、木炭加硫磺、安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炸药包。那又怎么样？看到了吗？这些物质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，点燃后会爆炸，这才是科学，明白了吗？老师说的对，我错了。科学是王道，武侠误以身。你乃迷途知返，为师很欣慰。这西亚3大定律是考试重点，大家都给我记清楚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啦。以后呢，为师说的那都是科学。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痛恨武侠。算了，我还是先找他的养父养母谈一下吧。两位老人家，我听说你们25年前呢，收养了一个小孩子。你这个外来人，挺多闲事的。不听谁说的？不，我呢，道听途说。我被你们两位老人家的古道热肠所感动，你们呢为他保守秘密，又把他养大到今天，我真是，哎呀，五体投地，五体投地。我们没有守过这个秘密啊！我们在他5岁就告诉他，他是被捡回来的。5岁？是啊，我们也不想这么晚，可谁知道他笨呢？5岁才听得懂人话。哎呀，这真是太残忍了。他对我们才是残忍的，他对我们来说就是飞来横祸。
是啊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挨千刀，把他放到我们家门口。我想啊，大概可能他们有难处。我这怎么可能？或者啊，反正他就不应该把这个锅丢在我们家门口这儿的吗？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个小子从小就痴迷做大侠，搞得我们苦不堪言呐。他为了练轻功啊，不知道从哪儿找的武功秘籍，照着上面瞎学，还在地上挖了个大坑，每天都挖得更深一点，结果挖出一口井来。为了训练力量，他每天都会拖着100多斤的石板子在村子里瞎逛，竟然还被村子里搞出一条马路来。现在这个新农村呐，就是当初他练功时建起来的。哇，想不到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侠义精神。那就是侠义个屁！我们家扫把掉下来了，他扶都不扶一把。这个真是。哎，起码那么多表扬的旗帜，也是你们的一种自豪啊！不，最终啊，武功没练成，他最终发现自己呢，时不时被村民当成苦力，这些警旗对他来说是种耻辱。哦，至少来说，你们挺为他自豪啊！不，我们挂在这里呀，目的就是要羞辱他、鞭策他，让他重新做人，搞得什么大侠梦。怪不得他变成这样了。没错，现在啊，他特别的痛恨武侠，尤其是那些不讲信用的人。他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应该已经结婚生子了吧？他这个德行，谁愿意嫁给他呀？你嫁给他好不好？看来他对修已经不感兴趣，峡谷不开也罢，还是留点钱，悄悄溜了吧。你有解药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害我差点急哭了。你已经哭了。那是打哈欠流的眼泪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带解药的？父亲早知道此人狡猾，临行前特意给了我解药，以防不测。没想到居然用上了。父亲考虑的真是周全。你刚刚好吓人啊！还没有拿到解药就把那个人给杀了。他也没等你走，就向你下毒手了。你说，我们会不会杀错人了？不会的。你怎么那么确定啊？肯定不会。好，好，好。我杀了他的兄弟，他非但不和我拼命，反而跪地求饶，还想见教主要证明自己，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何况我已经确认过他的罪证，确实无可辩驳，只不过懒得解释罢了。根据教规，通敌者死嘛，爹恨叛徒也不是1天2天了。刚才没见你这么爱解释，现在怎么话那么多啊？他早就是个死人了，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坏人。怎么可能啊？你是我亲哥，你要是坏人，那我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啦。哎，你说，我们会不会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别瞎想了，快走吧。哦，哎，哥，我想去镇上玩一会儿，反正任务都完成了，好不好？
没事。踢云重。哎呀，这个峡谷未开，再怎么修炼都难有成果呀。踢云重。根本就没用，这小鬼骗我。嘿，这位少年啊，看来啊，你也是个练武的行家呀。你才习武之人呢，我是搞科学研究的。你谁啊？哦，你可以叫我飞叔。我这次来呢，是……哎呀，反正呢，就是讨厌那些不守信用的人呢。你好，别激动啊！我跟你讲个故事好吗？就是从前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白兔，它和一个人的约定18年后相见，可是因为它是无心之失，记住是无心之失哦，它就晚来了7年。你说这个特别可爱的小白兔能被原谅吗？可以呀。但是原谅他之前，我会用这么粗的木钉把它钉在木板上，然后活生生的把它肠子扯出来，在它胸前打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这就是言而无信的下场。可是它是特别可爱的小白兔哦。对我不讲信用，多开都没用啊。好，在我临死之前，能够遇到一个这么有原则的少年，临死之前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我是被奸人追杀，我现在身负重伤，我想在我临死之前传授给你我的衣钵和遗愿。那你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啊？你看附近有没有人啊？没有，所以才被迫选你了。我看你啊，骨骼清奇，以后必成大器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功力传授给你。传授给我？我下边那个李王，武侠小说里也是这么骗人的，都怪我忘记誓言晚来了几年，害他受苦啊！哎呀，真是惭愧呀！飞叔，你怎么脸这么红啊？难道传功要做什么羞羞的事情吗？严肃点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开峡谷无异于脱胎换骨，必先断开其重要关节，再由他人掏大量内力为其接上，彻底打通经脉。峡谷不同于普通人骨，是储藏能量的介质，但开峡谷会消耗大量内力，
需重新修炼数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水准。所谓传功，不过是一个在消耗，另一个被激发而已。飞叔，飞叔，飞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本来就有点内伤，传功给你，我用尽了7分功力，我命不久矣。那怎么办啊？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有几个仇家，你要有心的话，这次给我报了吧。哇，你的仇人这么多啊！那万一我打不过怎么办啊？不报也可以，但是你快点走，仇家快到了。可是你在这里，来了，仇家来了，快走啊！我现在是大侠了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救飞叔。如此说来，那叛徒用9步断魂伞偷袭了你，妄图求得一条生路。多亏父亲考虑周全，他才没有得逞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本教的继承人，万事应该更加小心才是。下次可千万不要这么大意了。谨遵父命。本教人员庞杂，叛教之事时有发生，这也一直是我的心头之患。你能为我分忧，为父甚是欣慰。父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你也应该很累了，早点休息。怎么了？还有事吗？双儿在回来的路上，病又发作了，近来似乎频繁了许多。双儿这孩子，自出生以来就有些先天缺陷，前些年又突然病发。你放心吧，此事我自会处理。我约了薛神医聊双儿的病情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凡患血症者，皆因骨髓有所缺失，故心生之血虚。起初内弱体寒，虚弱乏力头疼，而后血色干衰，痛苦万分，最终十死无生。一旦发病，5年之内必死无疑。妹妹患的是这个病，那该怎么医治？剔骨换髓，宣峡谷修炼至玉场境界且峡谷匹配之人，自愿剔骨取髓，使用峡谷移植术，10之7、8，或可解救。此外，无论成败，捐骨者必死无疑。此乃以命换命之法，慎之，慎之。峡谷移植术。花儿最近练得如何呀？
少主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天才，进入浴场境界，亦或可期呀。确实，我当年之所以收养他，就是看中了他的天资。原来我是被收养的。谁？以前还担心问了身世，父亲就不再重用我。原来我只是……飞叔，你在哪呀？飞叔，他们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飞叔一定被他们抓走了。你们几个给我站住！怎么着？你想怎样？我是让你们站住，不是过来。你们把飞叔怎么样了？把飞叔给我交出来！飞叔，不仅飞叔，以后你们整个康家沟都得听我们野马帮的。野马帮？哎，是那种爱上一匹野马，家里却没有草原的那种野马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不用跟他废话，先把这小子给我收拾了，让他知道我们野马帮的厉害。受死吧！还没动手就吓成这样了，兄弟们，上！速度和力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，控制好一些，对付这些人应该没问题。又打了！看来这小子峡谷是刚开的，没想到短短时间里，他竟然学会了控制力量和速度。你们这帮废物，要你们何用？报告帮主，我认为我们人数显多，可以起到虚张声势的作用。还有我们比较弱，可以突出你的强。而且我们还没有死，还能为帮主呐喊助威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行了，别抢答了，答对还能有奖啊！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。你怎么还在啊？有事吗？双儿的病，薛神医怎么说？你放心，现在有药物压制病情，双儿没事，总能找到治疗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峡谷移植吗？对，
书上确实记载了这么一个治疗方法。有合适的人选吗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什么？难道父亲收养我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你什么时候知道，你不是我亲生的？在我很小的时候。你的亲生父母是我的得力部下，也是至交好友。20年前护教大战之中，我教损失惨重。你的父母也在那场大战中力战而亡，留下襁褓中的你。我既然收养了你，于情于理都应该视你如己出。可是后来双儿出生了，你也知道，他天生峡谷缺失，很可能转化成血症，必须要找到匹配的峡谷，而且是突破浴场境界的，才有可能进行峡谷移植。只是这种人万中无一。所以是我吗？不错，你骨骼清奇，绝对不是寻常峡谷能比拟。突破浴场境界指日可待。我当初着重培养你，确实也想过用你去换双儿的命。但是20年来，我和你虽无血缘关系，可毕竟父子一场。如果牺牲你的话，上不顺应天理循环，下对不起为我出生入死的兄弟。况且被双儿知道要这么做，他更不会答应的。要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。你不要瞎想了。以你现在的修为，怎么达到浴场境界？达不到浴场境界，峡谷遗址就只是个空谈而已。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哎，这位大哥，其实你呢，只要把飞书交给我，我们就不用打了。少他妈废话！能死在我的宣华府之下，也算你3生有幸了。好大的力道！老子的力道，也是你这种人能承受得起的吗？这人招式凶猛，养在的是这柄重斧，但武器越重，惯性也就越大，出招就难留余地。只要趁他一击不中，来不及收手的那一瞬间，就是现在！好小子，有点本事啊！有点意思吧？大哥，我都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，拜托你就不要硬撑了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你说你这人，都知道人家弱点了，还追着打，有意思吗？还行吧。
看来你是要逼我使出秘密武器了。秘密武器？变身！这个地方，这个时候，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变身成功！你这个音乐是不是有点……怎么样，震惊了吧？我还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号——钢铁侠。唯一的弱点就是穿起来比较麻烦。嘿嘿，我现在是天下无敌了，认输吧！受死吧！你确定这个盔甲就真的只有一个弱点吗？你过来，我绝不打死你！快扶了起来！快扶起来！说，你把飞书藏哪了？再不说，我就把你胡子全拔了！别拔我胡子！哎，别拔我胡子！我可是凶残的帮主，你拔了我就不凶残了。不说是吧？我胡子，我的胡子！飞书谁呀？他到底是谁呀？来人，把盔甲给我拆了！来人呐，把盔甲给我拆了！飞书在哪里？你们真的不知道？哎呀，我们野马帮刚刚成立，这不今天刚举行完第一届镇帮誓师大会吗？哎呀，今天我们野马帮正式成立了。虽然现在我们连一匹野马都没有，但很快我们就会什么都有的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么说，你是真的不知道飞书在哪？这不刚出来打劫就被你打了吗？这飞书谁呀？他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你说这创业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！哎，那我刚刚问你的时候，你瞎承认什么呀？你说我们野马帮是出来混的，那总不能你说啥我们就说，哎呀，我们没看见，他可能往那边跑了啊！你当我们是亲手向导的？真是，哎，这么说，飞书可能真的遭遇不测了。如果能把你们这群坏人剿灭，相信飞书在天之灵也该瞑目了。其实吧，我们出来打劫还处在策划阶段，并没有付诸行动嘛。那你这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们暴打一顿，哎，这么说来，你才是坏人，我们才是无辜的受害者。不是啊，你们都已经开始筹划了，只要心里想做坏事，你们就是坏人。哎，你说这话我可不能同意啊！啊，那你一天到晚想着金银珠宝，那你就是土豪了吗？那你要是天天想着女人，你就三妻四妾了吗？真是！你闭嘴！我说你是你就是。哼，我也是有骨气的男人，虽然参加侠考中惨遭黑幕失利，但是我基本的侠义精神还是有的，我绝不会为强权低头。哼，你怎么突然间这么有正义感了？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的侠考是什么呀？啊，侠考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，来，这个3年1届的侠考啊，是江湖中名门正派举行的重大考试，只要通过了，那就是得到官方认证的侠。如果取得了好名次，那将进入江湖中赫赫有名的清源、宣武、苍穹3大派之一，那更是前途无量，受到万千少女的追捧啊！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侠考，那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为侠考而生的。对，从小我就梦想当一名大侠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，是时候名震江湖了。告辞。
假考高手如云，你就等着挨揍吧。